我比较像是一个喜欢拷贝东西的，就是复制东西，就是别人做出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我觉得好像很厉害，我就想要去把它拷贝出来这样子。我是洪瑞亮，平常的兴趣就是应该说就工作啦。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帮人家制作一些模型，一部分当然是就是商业考量嘛，他们会希望他们拿到的一些礼物是独一无二的。另外一部分可能就是情感上的依据吧，像家人啊，或者是说他家的狗死掉了，那他希望说留下一个纪念这样子。原本一开始是做单纯的就是3D 列印，但是后来久了就会发现，其实3D 列印它还是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瑕疵或一些门槛，那最后就会变成复合材质，或者是说它的结构可能里面是钢构，那只是外表在用这种3D 列印或者是手修或一些泥塑的方式，然后来达成整体要的效果。其实我当时有一个想法真的很简单，就是想说为什么游戏都已经做好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去手再念一次？游戏里面已经有那个档案，就把那个档案就是列印出来就好了。现在可能听起来都很理所当然，可是这个在10几年前就很前卫的，就可能没有人想可以这样做啊，因为可能2个领域完全不同，一个是工业打样领域一个是游戏领域，他们2个不会有什么连结。可能刚好是美术出身，所以我就会想说。既然有这个也有那个，那刚好不把2个结合在一起这样子，所以就跳入就是做这种3D 列印的打样起家的。那可能后面客人需求就越来越多嘛，你列印出来它白白的，他也不会想要啊，他就想我家的狗或者我家的猫它是什么花色的啊，就不一样的啊，然后我的家人可能长怎样要有颜色啊，我就想说反正我就美术系的涂个颜色好像应该不会太难。就这样就开始涂，涂了，大家的需求就越来越多。我这个底座可不可以帮我发个光啊？我这个可不可以帮我干嘛？可能定做模型可能这么小可能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这样子。某一部分是很无聊的啦，说的就是赚钱而已，这真的是很无聊，就一些商业需求就很无聊，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很值得你去想要去花心思去做。我比较希望是说靠一个技术来说服别人，就是停下来我可能就会一件事情可能稳定，然后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个新的东西，想要去用，或一些就是可能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啊。